你知道吗？同一台投影放在一个浅色房间的效果肯定不如放在一个深色房间效果好，但它们的画面差距到底有多大，我并不知道，但我想知道。所以这段时间我干了一件事儿，就是把房间黑化，并在黑化前后分别测量投影画面，得到了2组数据。今天我终于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你想马上知道答案，可以跳到这里。如果你没有跳过，将会和我一起经历整个黑化之路。相信这期视频对于你打造自己的影音室会很有参考价值。欢迎来到考拉上校的家庭影院入门黑化之路。黑化之前，你可以看到我的房间是这样的：天花板就是普通的大白墙，投影墙四周贴了黑色的毛毡，就是写毛笔字下面垫的这个。这么做是为了让屏幕突出，视觉上更有影院感。这个视频记录了这面投影墙的 DIY 过程，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回去看。现在我让投影作为 PC 的副屏，所以现在投影墙上显示的是 PC 的桌面。这台投影是明基的 TK860， 你可以看到这张建筑群的桌面壁纸本身不是太亮，在这种情况下，画面的明暗对比度还可以。然后我打开一个白色窗口，深色的楼房瞬间就会变灰了很多。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把镜头移到上面你就明白了。白色的窗口亮度很高，它的光会照到白色的天花板发生漫反射，其中一部分光往前反射照亮了我的脸，而另一部分光会再反射回投影墙，把建筑的暗部都照亮了，导致黑位变差，对比度降低。通俗的说就是画面变灰了。我拖动这个白色窗口左右移动，天花板的反光也跟着移动，降低了它附近画面的对比度，这就是所谓的光污染。我把白色窗口拖到很大，左侧建筑群的对比度就会疯狂下降，画面变得更灰。因为现在巨大的白色窗口照亮了我整个房间的天花板和地板，造成了更严重的光污染。这种情况下，无论你的投影机有多好有多贵，效果都会大打折扣。虽然我们平时不会拖着白色窗口玩，但是我们会看一些场景比较亮的电影，画面的亮部会照亮房间，同样会产生光污染。但是如果我用一种材料把天花板黑化，让反射到天花板上的亮光有去无回，光线就无法反射回投影墙形成光污染，画面中的黑色不会被照亮，黑位就会更好，明暗对比度就会更高，色彩层次也会更好，从而提升整个投影的画面效果。但是把房间黑化这种抹剑打的行为到底能带来多大的画面提升，值不值得我们以身试法？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黑化前，我用一张暗色对比度测试图样来测试对比度，16块黑白相间的色块，白色块用来测量最高亮度，黑色块用来测量黑位。测量方式是用校色仪分别测量白块亮度和黑块亮度，取平均值，然后得到一个亮暗的比值。这个比值就是这台 TK860 投影在我目前房间环境下的暗色对比度。这里要说明的是，我的房间环境并不是国际标准的理想环境，所以测出来的数据并不是这台投影的暗色对比度的绝对值，但是完全可以用于我房间黑化前后的对比。我在色准最好的用户模式和亮度最高的明亮模式下分别测量，得到一组数据。画面最亮的明亮模式37:1，色准最好的用户模式36:1。好，这就是这台房间黑化前的暗色对比度数据。等我们把房间黑化后再来测量。开始干活。白色天花板是目前光污染的罪魁祸首，我会用这种背胶植绒布贴上去。这卷材料原本是用在首饰盒里的，近看是短短的绒毛，所以吸光性能很好。我找了一个源头厂家买了一卷，花费不到100。刚开始我并不知道怎么把这卷东西贴上去，毕竟贴个膜都经常贴坏，更何况这是1.5米宽度，还要往天花板上贴。在下面比划了半天，我决定还是裁小了往上贴，这样好操作。虽然会有接口，但是黑色应该不会太明显。开始搞，最开始这1米多又是皱褶，毛色又不均匀，但是我买材料之前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尺寸并不富裕太多。如果直接裁掉不用，可能就会不够，所以我就想用电熨斗烫一下，然后就犯下了第一个错误。在刚开始技术还不熟练的时候，把第一块最不好的材料贴在屏幕上面这个最显眼的位置。不过这不赖我，这个墙角它本来就不是90度直角，我安慰自己，这就是实际施工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不可抗力因素。万事开头难，所以我准备继续，等我技术娴熟了再回来补救。我犯的第2个错误是没戴口罩，然后开始贴第2块。干这个活最花时间的不是贴，是裁切，是去掉边缘运输过程中压皱的地方。贴第2块的时候明显熟练了一些，撕掉背膜，一条条的扫平，时刻注意不要贴出皱褶，
这个过程看起来很麻烦，但其实专注在这上面的时候，会在梯子上进入到心流状态，真的很解压。第二块贴完的时候，看到平整度和颜色均匀度都比第一块要好很多，正在开心，然后一个多余的动作就把它给抠破了。因为在天花板刮腻子的时候并不可能完全找平，所以有的时候边缘会有点皱褶，问题不大。贴完第3块后越来越斜，看着难受，我就先把这条缝给补了。你可以看到，由于是黑色，补缝之后接口处并不是很明显，但是第一块颜色明显和后面几块不同，这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是什么问题。为了修正第一行的斜度，我打了一条平行于墙角的激光线，从下一排开始顺着这条线贴，然后为了更方便操作，我干脆裁成更小块去贴。贴了大块再去贴小块，会感觉掌控力更强，更好贴，效率也更高，整个过程十分舒适。后面每一行打了一条水平线，沿着它来贴，以保证每贴一行都能平行于墙角，不至于贴到最后越来越斜。贴完3行的宽度大概是2米多，贴到挂天空音箱的位置，占整个天花板的1/3。今天就到这儿，我迫不及待地打开投影，想看一下有没有效果。开机以后，我马上就感受到了这个桌面的黑位比之前好了很多，甚至比这块 IPS 屏的显示器更好。投影墙是反射光，而且和普通增益幕布相比，白墙没有可视角度，所以看起来更加的柔和舒服。然后我像之前一样打开这个白色的窗口，拖动它，可以看到天花板依然会被照亮，但是跟黑化前相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因为天花板的黑化只做了1/3，而且投影墙正对这条白梁的亮光，还是会把光反射到对面的投影墙，产生光污染，所以明天要先把这条梁给贴了。有了主观感受之后，我做了第2次对比度测试。我们拿出黑化之前的结果对比一下，因为天花板的部分黑化让反射回投影墙的光污染减少了，所以测量结果显示白块的亮度降低了5%到6%，但黑块的亮度降低了44.7%，暗色对比度的提升高达70%以上。这个数字让我真的没有想到，这相当于牺牲了6%的亮度，换来了接近45%的黑位提升和70%的对比度提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刚才一开机我就感受到黑位明显好了很多。要知道，现在只是做了一小部分天花板的黑化，只不过这一部分距离投影墙最近，影响也最大。有了主观感受和客观数字相互印证，我就非常确信我做的这事儿非常有效。我很期待黑化完成后到底能提升多少。第2天是个大晴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欣赏我的天花板，然后就懵了，怎么是花的呀？经过研究，原来这个材料的毛是有方向的，顺毛和逆毛对光线反射不同，而我贴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毛的朝向。虽然这基本上不影响投影墙的画面，但是影响天花板观察者的心情啊。纠结了半天，最后还是重贴了，重新裁切，标好方向，每一块箭头都朝向屏幕贴。改完之后舒服了，剩下的就是拆掉天空音箱，拆掉投影，开始铺贴天花板的后半部分。现在房间的前半部分基本全部都黑化完成，这条梁后半部分的房间，我的处理方式是做了一扇遮光帘，既能遮光又能吸光，隔绝房间后半部分光线的影响。现在就剩下这个蓝色窗帘和地面，我是准备挑一下布料和地毯，以后再搞。现在我们测试一下房间黑化后的对比度。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些数据。
这是黑化前到黑化1/3，白块亮度降低了6%左右。从黑化1/3到完全黑化，白块亮度竟然还变亮了4%左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黑化前后直接对比，白块亮度下降了2.几。这2.几对观感是负面影响，因为光污染的减少，同时让画面的整体亮度也降低了一点点。而黑块的亮度从黑化前到黑化1/3降低了45%左右，算下来对比度提升了70%以上。这说明距离投影墙最近的天花板对画面影响非常大。从黑化1/3到完全黑化，对比度又提升了70%多。直接拿黑化前和黑化后对比，暗色对比度在投影的2个模式下均提升了200%，而且这个对比度已经和2万元以上的机型很接近。甚至这个时候，我投影墙左边的蓝色窗帘还没有换掉，右侧书架上还有很多白色盒子，大面积浅色地板并没有完全被覆盖。所谓的完全黑化其实并不完全，这种情况下能有这么大幅度的提升，在做这件事之前，我是完全不可能想到的。看完数据，下面说一下我对黑化后的主观感受。首先是沉浸感极强，黑化后我的四周一片漆黑，感觉整个人非常容易进入到画面里。只有左边这扇蓝色窗帘的反光在时刻提醒我，你是在地球上，不要激动。其次，感官上画面更亮了。本来这台 TK860的亮度就比较高，在我最近试用的几台投影里，它的 HDR 效果是最好的。房间黑化后，虽然亮块下降了2%，但是由于四周一片漆黑，所以感官上会更亮。我以前一直认为高亮度投影只会让画面更亮，房间黑化后我才明显的感受到，由于黑位更好，高亮度会让 HDR 画面的亮部和暗场对比更强烈，画面层次感会更好。沙丘这部电影暗场景很多，在黑化前对比度不高，会显得很灰，现在好了很多。新海诚的《铃芽之旅》这种动画电影明亮场景非常多，由于光污染大幅减少，所以亮场景下的深色块颜色更深。PS5 的主界面是深色为主，房间黑化前整个画面一直显得比较灰，现在比原来的提升就是一眼的感受。我玩了 Kana 和麻布仔大冒险，能感受到房间黑化前后的对比度提升，不只让画面的层次感更好，甚至会把各种色彩衬托得更浓郁一些。同一台投影放在一个浅色房间和放在一个深色房间，它们的画面差距到底有多大？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还记得那个视频吧？在广州音响展上 ，JVC 30多万的旗舰投影用着6万的增益幕，为了表现极致的效果，同样要做全方位无死角的房间黑化。环境光反射导致的光污染，才不会管你用的是几十万的专业投影还是几千块的入门投影，一律无差别打击。而现在我们可以对抗它的有效武器就是房间黑化。如果你都能看到这儿，那你必然会在未来有一个自己的影音室。要不要做房间黑化，要做到什么程度，相信现在你已经心里有数了。如果本视频对你有启发，请帮我点赞留言，十分感谢。我是考拉上校，下期再见。